杨紫青簪行有趋势，男主要重拍了。网友不如拍主业。最近青簪有了新的动向，这部 S 家的古装剧被压了快3年了。如果不是男主的错，这部剧被隐藏了，我想现在的杨紫会更红。当时这部剧还没拍就火了，因为男女主的问题，导致2位主演的粉丝之间发生了一场撕逼大战，因此还揭开了阴阳剧本、魔改剧本等的面纱，一连串的事件，所以这些事件都被官方媒体批评为楷模。鹅厂当时也被投资作为这部剧的大结局，据说当时的投资在3亿左右，所以鹅厂也因此损失惨重。男主主要补拍消息，这部剧当时是作为男主剧制作的，分为上下2部。现在因为男主被砍到60集，又因为男主失误，只能改成女主，以杨紫饰演的黄子霞为主线。当初杨紫是被打压的，现在是她做主。我想这也是对杨紫当时被欺负的一种报应吧。事故发生时，曾传言是通过 AI 技术换脸，但最终这个方案被否决了，因为场景太多，如果换人不到位，还是烂尾，所以最终的方案是删掉男主的一些戏份，重新拍摄，让这部大制作的剧还能达到 S 家的水准。虽然这是一笔不小的投入，但是人气高还是可以的。取代男主的人选锁定了林更新。消息一出，不少网友都觉得林更新不值，因为会有更好的剧等着他。有网友戏称，不如当第2个樊去和刘诗诗演狐妖小红娘竹叶，毕竟竹叶还是有情怀的，就算是2部剧也是新剧啊，不像青簪行是换错人拍的。好的话还好，但普遍被网友吐槽伤害。小编想说的是，林更新接手，就证明鹅厂以后会补偿林更新。不管是新剧还是好的资源，我觉得都会有一些补偿，不然林更新团队也做不出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。作为剧本，《青簪行》其实还不错。该剧主要讲述了一位女官以女主的身份为主线，从她的视角揭开宫廷秘密的故事。这样的剧情还是挺新颖的，要是那个时候能播出，绝对会变成《楚乔传》那样的剧。如果真的是林更新接任男主的话，和杨紫组 CP 还是值得期待的，因为这2个是第1次搭档，而且这2个都是现在古装剧里很火的男主了女孩。杨紫的《长相思》和林更新的《凤凰行》都是大制作，都有潜力成为今年最火的古装剧。如果真的是林更新翻拍的，说不定又是一部 S 家的古装剧。虽然这部剧给人的印象并不好，但是话题却很火，只要处理得当，还是有翻盘的机会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期待青簪行换成林更新和杨紫 CP 吗？你觉得还有翻盘的机会吗？欢迎讨论留言，关注杰哥，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02斗罗大陆2公布女主，是观众期待的女主选择不比第1差。斗罗大陆系列小说拍摄后，受到了众多小说迷的关注。第1部出来后，不少小说粉吐槽，因为对爱情的期待很深，所以出来之后还是有些不足。不少观众表示肖战饰演的唐三太过阴柔，打斗不够精彩，演戏有点别扭等等。但肖战的帅气值还是和唐三一脉相承的，肖战当时也是很火的，所以这部剧的整体表现收视率都非常的不错。斗罗大陆第1部已经开播2年多了，所以最近传出第2部已经开始官宣了。自从第1部拍完之后，肖战就表示可能不会再演唐三了。对于这个角色，从目前来看，肖战估计也不会演了，因为他现在的重心在突破自己，接下来应该是拍电影拍剧吧。此外，第1部饰演小五的吴宣仪也被换掉了。这次被换下的演员，在网络上的人气更高，大家也更加期待他的表现。看来鹅厂还是很在乎观众的心声的。她就是我们大美女张雨绮。张雨绮恰好有小五的身材和灵动感，所以传闻张雨绮将饰演小五，而且张雨绮的古装剧还是挺不错的，尤其是和程程主演的《琉璃》和《玉君歌一》，他们都深受观众喜爱。这一次，张雨绮饰演的小五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喜欢，只要演技不是太差，一定会爆红的。另外，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唐三这个角色了，毕竟他是这部剧的主角。因此，在众多演员中，白敬亭最终将饰演唐三。关于白敬亭，想必大家都很熟悉，长得也很帅。
还是个好演员。虽然现在的人气不如肖战，但是最近的表现也是很不错的。他和宋轶合作的古装剧《长风渡》备受小伙伴们的期待，这部剧将于今年与大家见面。此外，他主演的古装剧《青青的日常》、都市剧《平凡的荣耀》、青春励志剧《旋风少女》、爱情剧《匆匆那年》反响都非常好，因此他扮演唐三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效果，有可能超越第一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不过古装剧《斗罗大陆》也是一部连续剧，如果所有主演都换掉，就有弃剧的风险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，比如《琅琊榜2》和《神2》等等。第二部很直白，所以演员的选择很重要。对于白敬亭饰演唐三和张雨绮饰演小五的组合，你怎么看？关于《斗罗大陆》这部小说是由网络小说家唐家三少创作的奇幻系列小说，这是他最经典的作品。家族不容，但当他跳下悬崖以示壮志时，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死，而是去了另一个魂师主宰的世界斗罗大陆，最终将暗器发扬光大。唐门终于成神的故事，第二部还没有开拍，整本小说看一遍，直接看懂剧情，再直接看第二部就明白了。喜欢的话可以过来拜读哦。另外，这部小说《斗罗大陆》还有动画，并且根据动画还出了漫改版的《斗罗大陆2》，里面的人物画得很美，比小说更直观。小吴的画真美，喜欢《斗罗大陆》的可以先看一部漫画，《斗罗大陆2》漫画版已经出炉，画风生动，你可以先睹为快。你觉得《斗罗大陆2》更换主角后会超越第一部吗？你想要原来的演员还是现在的演员？欢迎讨论留言，关注杰哥，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03顶流就步了5档，王一博新片上座率低，张艺兴新片票房垫底。今年5月1日的竞争还是相当激烈，多部影片同时上映，但没想到从放假首日的票房来看，大部分影片的表现都远低于预期，甚至可以断言没有办法恢复。在这个5月1日当中，有2部大片，分别是《凌空之王》和《惊天救援》，低于预期，单日票房未过亿。《天空之王》是一部比较硬核的题材电影，除了顶流王一博，还有胡军、周冬雨等实力派明星，概念包装是成功的。《天空之王》的上座率是单日票房前5中最低的，最好的时候也达不到10%，凭借29.2%的放映率，勉强拿下单日票房冠军。2部人生末路无法拉开差距，被反超也是迟早的事。有趣的是，《天空之王》在某个页面上全部获得了满分。这么优秀的电影怎么会有这么差的上座率？薄凡的战斗力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。惊天营救无论是阵容还是制作都不比《苍穹之王》差，由杜江、王千源、佟丽娅等大牌明星主演。作为一部灾难片，它有很多宏大震撼的场面。在宣传方面，《惊魂营救》早就开始发力了，到处跑路演肯定是少不了的。观众哭了，参加多次放映。惊天救援单日票房不足1000万，排名第7。在放映率不高的情况下，上座率只有5.5%，显然无望。首先，惊天营救的故事逻辑非常糟糕。香港导演彭顺在路演中被大学生质疑后的回应引起了不小的争议，否则可能会更加沉默。票房表现不佳的电影有《说爱你》和《长沙夜生活》。倒计时《说爱你》是由准鼎、陈飞宇、周也主演的爱情电影，堪称低配版的《想见你》。言情片是有市场的，但这部电影是5月1日档影片中最被观众反感的。上映2天，票房只有1300万，上座率垫底，不到5%。这样的电影很受欢迎，它很快就会被剧院抛弃。这部青春爱情片的票房这么差，应该是受到前不久的亚瑟丑闻影响比较大吧？毕竟男主有这样的绯闻，影响观众的观影体验。长沙夜生活是一部地域群像电影，属于比较小众的类型片。男女主分别是尹芳和张婧仪，主线是爱情剧。虽然这部电影邀请了张艺兴和周冬雨参演，并且在宣传中突出了张艺兴，但观众并不买账。这部电影比《说爱你》倒计时还要烂，2天的票房只有540万，上座率也处于垫底水平，只有6.6%，放映率只有2.3%。
这样的话，最终票房可能不会超过1000万。票房表现出色的有2部电影，分别是喜剧片《陌生的生活》和爱情片《这么多年》。看看这几年流行的档期，喜剧的表现一般都不会差，除非质量真的很差。喜剧人生不熟的阵容非常强大，有马丽、乔杉等喜剧演员，以及范丞丞、张靓颖等当红青年演员主演。导演易小星在喜剧界也是小有名气。这部电影单日票房排名第2，略落后于《天空之王》，但上座率相当高，预计票房4.3亿，利润还是很可观的。但作为5月1日唯一一部喜剧片，这个表现并不突出。这也是一部爱情片。这么多年的主演张新成和孙熙，虽然没有《说爱你》的陈飞宇和周也那么火，但其单日票房超过4000万，几乎是同名电影的10倍。后者一档第3，在筛选率只有12%的情况下，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。这部青春爱情片的口碑其实很一般，剧情烂，故事支离破碎，能碾压《说爱你》大概是因为改编自8月长安的同名小说，把振华中学系列具有一定的观众基础。上映10天的电影版《灌篮高手》排片排期被压缩到只有5.5%，上座率却高达26.8%，是院线电影中最高的，所以单日票房也可以排名第4。《灌篮高手》的上座率这么高，在对手较弱的情况下，未来排片率肯定会大幅上升。真的要感谢这些无敌手的竞争对手。综上所述，本次5月1日档的大部分影片票房表现都比较差，主要是没有好的口碑制作，整体质量很一般。